他这辈子写过几百封信，不是写给家人，是写给客户，一封一封，谈市场，谈风险，谈人性。连 Warren Buffett 都说，每次看到 Howard Marks 的信寄来，我一定是第一个打开来读的。而且这句话对他的书同样成立。后来，他把这些信里最重要的想法整理成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投资最重要的事》。可是翻开你会发现，他讲的最重要的事居然有20件。因为他真正想说的是，投资没有单一一招能保你赢，真正的高手是同时把这20件事都放在心上。而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，你没办法预测，但你可以准备。这个人叫 Howard Marks， 这本书叫《投资最重要的事》。今天我们就来把它拆开。市面上的投资书大多在教你一件事，怎么挑到那只会大涨的股票。Howard Marks 偏偏不是。他在乎的不是你某一年赚的有多漂亮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市场里活得够久。为什么最重要的事会有20件而不是1件？为什么他说风险不是价格上下跳动，而是别的东西？为什么最好的买点常常出现在所有人都不想碰的时候？又为什么看对方向还不够，你还得比别人多想一层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本书里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带走3个关键字：第二层思考、周期，还有风险控制。先说说写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。1946年 Howard Marks 出生在纽约，他先在 Wharton 念完大学，又到芝加哥大学拿了 MBA， 是个科班出身的人。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是2件事。第一，从1990年起，他开始写一种东西叫客户备忘录，把他对市场的真实想法老老实实写下来，寄给所有的客户。这一写就写了30几年。第二，1995年，他和伙伴一起创立了 Oaktree 橡树资本，他们专做一种别人不敢碰的生意，不良债权，也就是那些快倒了、出问题的公司债务。当所有人都在恐慌、急着逃命的时候，他反而冷静地走进去，捡别人吓到丢掉的东西。靠着这种逆向的胆识， Oaktree 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不良债权投资机构。而他写的那些信，连 Buffett 都当成邮箱里第一个要打开的宝物。那 Howard Marks 最核心的武器是什么？4个字：第二层思考。他说，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停在第一层。第一层思考很简单，看到一家好公司就直接说好公司，买它。但第二层思考会再多想一步，他会说，这确实是家好公司，可是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它好，所以它的股价早就被买得贵上天了，这时候进去反而危险。你发现了吗？第一层想的是这家公司好不好，第二层想的是别人是怎么看这家公司的，而我的判断又跟大家有哪里不一样。 Marks 讲得很白，如果你的想法跟大家一模一样，那你的成绩也只会跟大家一样。想要赢过市场，你就必须想得跟别人不同，而且还要比别人更正确。这件事又难又累，但这正是真正的高手跟一般人拉开差距的地方。接下来是这本书的心脏，风险。一般人以为风险就是价格上上下下跳动得很厉害。Howard Marks 说不对，真正的风险只有一种，是你永久的损失掉本金的那个几率。价格波动只要你撑得过去就没事，可是本金一旦真的不见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呢喜欢引用一位学者 Elroy Dinson 的话，风险意味着可能会发生的事远比最后真正发生的还要多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市场最平静的时候，危险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还没轮到它发生而已。很多人看到行情涨了好几年，就以为风险不见了，于是越借越多，越赌越大。Marks 提醒你，那一刻其实才是最危险的。他看过太多人就是在这种最乐观的高点，把整个身家全压了上去，结果一个大浪打来，本金就这样全部蒸发。所以在 Oaktree， 他们最在乎的从来不是最多能赚多少，而是最坏会怎么样。他有一句话几乎是他一生的信条，控制好风险永远比追求报酬更重要。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不是某一年赚的最多的那一个，而是不管市场怎么翻脸，都能一直留在牌桌上的那一个。第3件最重要的事叫周期。Marks 说，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直直线走下去的。
经济、市场、人心，全都是一圈又一圈循环的。它最有名的比喻是一个钟摆，市场的情绪就像一个钟摆，在贪婪和恐惧这两端之间不停地来回摆荡。它几乎从不停在正中间。乐观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会涨到天上去，把价格越推越高；悲观的时候，又觉得世界要末日了，把好东西砍到没人要的价钱。Marx 给了你2条规矩。规矩1，绝大多数的事情到最后都会循环，都会回头。规矩2，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灾难，往往就出现在别人忘了规矩1的时候。当所有人都在狂欢，都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反而要特别小心。当所有人都绝望，都认输，不计代价想逃的时候，地上反而开始铺满了便宜货。看懂你现在站在钟摆的哪一端，比起去预测明天的涨跌，重要太多了。认识了周期，下一步就是逆向思考。Marx 说，想赚到真正的大钱，你就得做一件违反人性的事，在别人兴奋的时候保持警觉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勇敢买进。最安全又最便宜的买点，往往就是一样东西被所有人嫌弃，没有人想要的时候。最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，当雷曼兄弟倒下，整个市场都在逃命的时候， Oaktree 反而大举出手，连续15个星期，每一周都砸下大笔资金，买进那些没有人敢碰的债权。后来市场慢慢回神，这1亿就成了他生涯里最漂亮的一笔。可是他也很诚实的提醒你，这件事超级难，因为当你逆向出手，别人却还在拼命卖的时候，你的账面多半会先出现一段很难看的损失。在市场上买得太早，看起来跟买错了几乎一模一样。那该怎么办？他的答案是永远替自己留一块安全空间，把便宜当成你的安全气囊。先假设自己可能会看错，可能会踩到烂公司，所以你买进的价格一定要远远低于它真正的价值。承认自己有很多事并不知道，在 Marx 眼中不但不丢脸，那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人真正的起点。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给你任何一个会涨的名牌。Howard Marks 想教你的是一整套面对不确定的态度。他提醒你，市场每隔几年就会上演一次贪婪与恐惧的轮回，而这本书给你的是一张能穿越这些轮回的地图。他讲了20件最重要的事，可是这20件说穿了其实是同一件：不要把自己玩死，先想办法活下来。控制好风险，看懂你在周期的哪里，比别人多想一层，只在便宜的时候才出手。把这几件事老老实实的做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，慢慢利滚利。他那一句话值得你记一辈子：我们无法预测，但我们可以准备。市场的明天从来没有人能算得准，但你永远可以选择当一个有准备、守规矩、活得久的人。这支影片是猜书系列第9支，下一集我们继续猜下一本改变了无数投资人的经典。